嗨，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们是大白小姐看世界。那我们的班夫之旅呢，回来已经几个星期了。那今天想在这个视频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班夫之旅的一些经验啊，还有一些感受。对，还有就是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攻略，包括我们订的房车营地啊，还有一些我们这一路的花销。开房车游班夫到底什么感受？到底省不省钱？在这期视频呢，大家都会看到。去班夫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非常野生、非常自然的地方，所以说呢，它的温度呢是非常的寒冷，其实是。对，尤其是加拿大，其实是很经常下雨的。准备一件防水服非常重要。我们在之前去的户外店买的一人一件那帕塔哥尼亚的防水服。第一天出发的时候就有那个下雨的情况，因为那个时候我要把汽车挂上这个房车准备拖，那当时就完全在雨里边去操作，就是它防水呢，它就不会渗到衣服里面，它就会让你很保温，就没有湿温的感觉。所以说大家如果去班夫去旅行，非常推荐有一个防水的外套。防水服你准备了以后，里边呢最好有一个抓绒，小抓绒，或者说薄薄的一个小羽绒。我们是9月中旬左右去的，反正那边的温度呢大概早晨也就5度左右。对，尤其是如果你想看日出的话，那早上会非常的冷。鞋呢，我们穿的是 Crispy 的鞋，我们2个人一双。那这个鞋呢是非常适合在山里边徒步，对，因为它的底非常的厚。其实它是一双登山鞋，它下面的那个底呢会像轮胎一样，你感觉爬山的时候它会给你有一个力，踩到小的石头子的时候扎你的脚的感觉是没有的。还有一个这个鞋呢，它很保温、很保暖，还有它有一些防水功能，就当我们踩那个冰川的时候，脚没有感觉特别冷，也没有感觉湿。还有呢，就是我们2个人在 Costco 买的护膝，我们最近经常会走一些 trail 啊，徒步，其实小雨的膝盖就已经有一点点损伤了。对，就有时候会疼，不仅会防寒嘛，然后还是能包裹着你的膝盖。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当咱们爬一些稍微有点难度的 trail 的时候，它有一些石头，你就不容易碰到膝盖，也是有一个防护的作用。还有呢，就是头灯。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去旅行，去在夜晚或者说凌晨那时候照路的时候，就拿手机照，其实这个是很不专业的，因为还有手机你特别容易摔。特别容易掉，那你如果这样的话，这损失就大了。所以说头灯呢可以解放你的双手，可以让你手可以干任何事情。对，所以说这是我们2个人很多年户外的一个经验。去班夫旅行呢，因为它的风景非常的美，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带一些摄影器材。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用的吧，就我们平时主力机呢就是佳能的 R5，因为它可以拍8K。这个是非常的方便。像我们会带这个 Insta360的 ACE Pro， 那它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特别抗造，什么摔呀、进水呀，全都不怕。对，然后它还能拍8K 的一个视频，它属于一个运动相机嘛。然后它还有一个这种手柄，可以这样。这么一摁就上去了。我们有一些镜头，就比如小雨划船的时候，就是自己给自己拍的那划船的动作啊，包括进水的那些画面，就是拿这个拍摄的，就比较方便吧。对，比较方便。就是拍视频、拍照片都可以。是。然后另外呢，我拍照片就是用的理光的 GR3那么一个小相机。GR3X。对。然后我很多的行程都是带的这个相机，就是它的颜色拍出的照片是非常好看的，所以呢，就是你基本上拿起来拍照片就很通用，就你不用修图都可以。那另外呢，我们这次就是比较遗憾的是，划船的时候我忘了带这个 Insta360的相机。明明我们带了它，可是我们划船的时候忘了拿着它。它不用构图，它不用说你的相机对着哪儿，你只需要给它立在这儿就可以了。对。然后还有一些狭小空间，比如咱们去冰川体验的时候，你拍那个冰川车啊，对，里头这种就可以。对，就是你不用把相机伸出去，然后我就拿这个杆儿把它伸出去，就非常的安全。那你拍什么都可以拍得到。总的来说呢，我就觉得大家如果去班夫旅行的话，就是一定要带一些抗噪的这种运动类的相机。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行程中，就是国家公园之前，我们拍了一些航拍。这个航拍我们俩是用了大疆的飞机，一定要去考一个证。它上面是答题，实际上，就是每一道题你都答完了，好像有几10道题吧。答完之后，他会给你一个证书，这个证书你放在手机里拿着就可以了。然后，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班夫国家公园 Jasper 国家公园这个区域内是禁止航拍的，所以说我们的航拍呢都是在距离国家公园很远的，就是一些小镇
拍的一些画面。那我们从温哥华出发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华人超市采购我们这一路的食物，因为就是中国胃嘛，你们没有办法，就是要吃这个亚洲的食品，而且关键是我们是以省钱为一个根本，对，就是房车嘛，就是不要在外面吃了。我们这儿有炉台可以做饭，我们还有冰箱可以储存，有微波炉。买了一共150加币左右的这个食品，对，里面有什么比如火锅底料啊、老干妈呀、腐乳啊，还有各种的蔬菜呀。那这一路呢，我们就没有在外面吃饭的这个费用了，就整个食物就是150加币。采购完了呢，我们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呢，就是检查我们的汽车和房车这两个。那主要检查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轮胎的胎压是不是正确。然后因为之前我买了一个在 Costco 买的那个可以测胎压，可以给轮胎充气的这个小的配件，然后我发现咱们的胎压还真有点问题。我这个轮胎的胎压呢是35 psi 才是一个稳定的胎压。OK， 现在34.9，一般就是说它就是35了，差不多，所以说现在是 OK 的。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咱们的汽车拖着这个房车嘛，它需要很大的压力。然后呢，那你调到一个合适的胎压呢，它才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那个轮胎才不容易爆。对，因为大白是摩羯座，所以特别的严谨。就是因为严谨啊，严谨，咱俩你看，咱们开房车半年多，快1年了，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我们要严谨和科学。所以我们的视频标题没有那种突然出事儿的那种情况，对，因为都避免了。不过好像说突然出事儿的这种情况有流量，是吗？第一站呢，先从温哥华到的 Kamloops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然后第一站呢，我们开了394公里，其实还是比较长的。对。然后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个这行程的这个路况吧。我们车是有限速的，因为你后面拖着房车的话，限速应该是50多公里，50多英里，应该是在70公里左右。我们肯定速度就会降得慢一些。对。这整个路况呢，就是非常好开，这个路非常平，但是呢，它是因为上山。然后你就会感觉这个车上下的，其实这第一段路是最耗油的地方。虽然说是山，但是你没有感觉悬崖峭壁，你不感觉很紧张。它的中间呢会有一个很宽的一个就叫什么一个缓冲区吧，就相当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甚至可以往中间去冲。那它旁边呢也不是说就悬崖峭壁，然后也还有一个比较宽的一个紧急停车带。然后呢，甚至来说有大部分的路，尤其是在前半段路都是3条道，就是双向是6条道啊，就很宽那个路。对。然后呢，像我们这个拖房车呢，是有一个原则，是房车这种包括拖挂包大卡车都要走到最外面。所以说呢，我就在外面慢慢的走，也不着急。整体感觉呢非常的安全。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一半的时候，你记得吗？咱们还看到了一个沃尔玛去休息。对，你可以停在那儿吃饭，加油，把车甚至停在那儿过夜都没有问题。对。然后我们呢在那儿就是补给了一下，吃了个面。然后那个感觉还挺好，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个在沃尔玛去把房车放在那儿啊。我们的车是没有办法dry camping的，就是没有办法去在外面单独的住的，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电力。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就在班夫国家公园里面，就直接把房车往那一放，就可以生活了，就可以在这看风景了。其实也当时挺羡慕的。回来以后呢，我们就安装了那个太阳能充电板。Bourgeois 啊，这个品牌我很难读，是 Bourgeois 看到我们这个班夫的旅行，然后跟我们联系，然后为我们提供了太阳能的这个充电系统。装上太阳能板以后，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每天就是即使没有这个营地的电，也可以给我们的电池充电。我们的这款Bourgeois太阳能充电板是柔性设计，可以贴附在各种形状的表面，很适合我们的这辆 Airstream 的弧形车顶。而且这款薄膜太阳能板的寿命呢，可以达到25年以上。安装时候只需要把背面的胶带揭开就好了，5分钟就能搞定。那如果有朋友需要呢，可以在简讯栏里看到我们的专属优惠码，输入以后呢，就可以取得更多的优惠了。这就是我车顶的全貌，这个白色的呢就是太阳能的预接口，然后安过去就是这么一个效果。还挺漂亮的，如果从航拍看的话，应该是挺漂亮的。主要是它比较实用嘛，它将来能给我的电池充电。这真好粘一点点就跟那贴手机膜似的。给车贴膜，这真是给车贴膜。然
后呢，我们就到 Camp Loops 这个小镇。这营地挺一般的，不过作为中转站还是可以的。我要说这个营地的花费，第一晚花了47.5加币，第一站加了127.7的油钱。就是我们定营地的一个原则呢，就是要有水，有电，还有下水。因为在我们这种房车旅行，这有这3样，实际上这个我们就能当家一样生活了。那接下来我们到下一个小镇叫 Revelstoke， 这个小镇我们也是订了一个营地，非常漂亮。这个营地的费用是1天47.6毛5。我们在这个营地是提前去订了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梦莲湖的这个车票，对，而且可以提前2天去订。然后我们当时订了一个早晨5点那班的哈，对，看日出的这个票，这个票比全天的那种普通时间的还更难订。对，因为它是早上只有4点和5点的2班。对，7点。哟，没了！不会吧？没了啊！没了，确实没了。我们早上是第一次，其实是没有抢到的。他一开票就瞬间就没了。对，但是你可以再等，再刷这个页面，然后一会儿呢，可能它又会放出来一些，然后你赶快就付款就可以了。刷到了，你看 morning，是吧？然后4点到5点早晨。然后呢，我们从这个营地出发呢，就到了我们班夫之前的最后一个营地，对，叫 Golden， 叫 Golden。过了 Golden 这个地方，就逐渐这个地形啊，就体现出这个落基山的这种风格了。所以说我们当时把这个营地呢就扎在这儿，我们定了6天，花多少钱？362.2毛5加币。如果要是跟酒店比的话，真不可思议哈。对，酒店的话，基本上1天就得300多加币了。那我们到了 Golden 这一站呢，是加了一次油的，是花了50加币。另外呢，我们俩还去买了一个熊喷雾，花了73加币买了一个熊喷。实际上是比在城市里的户外店呢稍微贵了一点点。那我们把房车呢放在了 Golden 这个位置，我们就准备去班夫国家公园了。那去的那天早上呢，我们是因为订的是早上5点的 shuttle bus 嘛，然后我们2点就起床了，对，几乎没睡。是我们要开1个小时的车才能到。我们从房车营地出来呢，就是看到是大雾，而且还下着雨。走着走着，突然雾就大起来了啊！这也太严重了，好像这是一路最严重的一回。然后到了以后呢，我们先要去这个机器那儿呢买一个这个停车场的停车的票。对。那这个停车场其实容纳的车辆其实不多，所以呢，基本上去看日出的人都把这个车位给占上了。Lake Louise 有2个停车场，那这个他给我的定位，其实我在 Google Map 上是搜不到的。他一直给我的是一个叫滑雪场的这么一个停车场。对，但是所以呢，我在 Google Map 上把它放大，然后我才找到了那个停车场。我们的一辆车呢是36.7毛5加币。那这一张车票可以停1整天。当我们看到了梦莲湖以后，确实觉得我们这个床是没白起，对，值了，就是很值。就是如果大家能抢到这个早起的这个车票的话，一定要抢。哇，就那个越来越好，漂亮！这湖面上都是云，都是雾，而且是几峰啊？它这是几个？1、2、3、4、5、6，反正它大概就是7、8峰嘛。对。路易斯湖也是班夫的必游地，就是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这个路易斯湖的时候，绝对是被震撼了。就是一个是蓝嘛，蓝的湖，绿，我觉得是绿蓝的那种湖泊，像是牛奶的那种，然后远处有一个大的冰川，特别漂亮。你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大山，就是整个翻在你面前一样。然后呢，我们非常推荐大家租这个船，去上到这个湖中间。那个感受跟你在旁边，因为旁边的游人很多，其实大家都在那儿拍照。对，你看了几眼之后呢，其实也就可以了，拍几张照片。但是到湖中间以后，你会突然间感觉好像这个景区没人了。这个划船的花费是174加币。我现在只能举着相机，对，没关系，特别的好看。咱们可以先飘一会儿。对。啊，在上面飘一飘，我就已经感觉很爽了。这个水特别的蓝，你看我把镜头往上，哇！
接着我们回到路易斯湖的这个停车场，对，那我们就接到了一个。就是算是罚单，它也不是罚单，不是罚单，是一个提醒，对，一个提醒，因为他发现我们没有买那个门票，这个门票呢，它是打印出来贴在那个车前面的，因为我们没有打印机，所以我们想白天的时候去游客中心去补一张票，所以呢，我们拿着这个单子去游客中心去补了一张票，对，这个门票呢是16块钱，两个人也可以算是一辆车，如果是你一辆车里面有比如4个人，你依然可以是16块钱的一天。当天买这张票其实是可以持续用到第2天的下午4点的。第一天的班夫游呢，在划完船以后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回去美美的睡了一个觉，然后呢，第2天呢，我们就又回到了班夫国家公园。对，然后这回我们是往另一个方向走，93号的冰川公路。那我们出发93号公路之前呢，去加利斯游是89块2毛6加币。然后呢，我们从这儿就去了这个有一个叫 Peto Lake 这个地方呢也是必游地，那个地方其实你可以自由行动的这种空间比较小的。它比较陡，对，它只有一个小小的平台，而且人非常的多，但是震撼，确实是那个湖像是一个小猫爪子一样，对，形状是吧？对，然后就是长长的，你可以看到那个水其实是从右边和左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是，而且那个地方呢还是一个观看这93号冰川路像航拍的视角一样，能看到这个冰川路的这个全景。那看完 Peto Lake 呢，我们就继续沿着93号公路到达了我们此行的这个最期待的一个行程，就是冰川车去冰川。对，这个冰川车的行程是很好定的，就是你在网页上直接订就可以了。那我们2个人是210加币，里面是包括我们坐大脚车上冰川和要去一个天空步道的这么一个行程。我们刚好遇到了一对印度人的这个旅游团，只有我们2个中国人。对，然后在这里面大家都觉得我们2个人非常奇怪，这俩人长得怎么那么白啊？对，然后我们跟他们一起上冰川。后来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车上喊的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家知道他们喊的是什么，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啊。当时我喝那个冰川水，我看还有留言跟我说会不会中千年病毒什么的。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比较难，因为说这个下游的供水，其实这个冰川的融水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你不可能有什么千年病毒，但是你一定要保证你是在上游。我当时喝的时候就看了一眼，我前头没人，这水就是从高山上流下来的，那就无所谓了。哇，好凉，好凉，巨凉，这个。山泉水的感觉，真的，真的吗？真的，而且我确定我是在上游。接着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大巴车会给我们带到一个是天空步道的这么一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峡谷，很深的峡谷，非常深，就是感觉能在这么深的峡谷上，然后做一个玻璃步道，感觉它上面有点软软的那种感觉，是因为玻璃吧？你有感觉在晃吗？对，我也感觉。我感觉它好像有一些弹性。对，那我们最后一个想去的地点呢，选择了一个叫 Johnston Canyon 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峡谷，它其实修得非常好，就是你走进这个峡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旁边就是水流伴随着你，这个水非常的清澈，依然是那种冰泉水的样子。来到了叫 Johnston Canyon 这个徒步道的入口。那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看的瀑布，然后徒步道呢分为2层，一个是下层的，一个是上层。对，然后你的徒步路线长度不一样，你就看你要不要走到上面去了。小雨，这块变得越来越幽深了啊！是啊，感觉越来越往里了。是，真挺棒的这。而且这条线路其实很好走。对。真清啊，这水真清，蓝色的。
越走越感觉越凉哈，是越清凉清爽。对，但是不是冷，是清凉。这儿的步道非常的高，这全是人工修好的。对，它这个步道全都是贴着山走的。是。要没有这种设施的话，咱们到这儿是很困难的。其实是悬崖峭壁，所以它已经修得很好了，就是非常的简单，让这条路。这块就是第一层的那个瀑布了。是哇，真漂亮啊！这儿这个水好绿啊。对，一个瀑布，然后加一个池塘，非常像咱们去的那个太鲁阁，咱们拍的那个航拍那个位置哈。对对对。对。都是山泉水。是，真的很美。这儿一股凉气啊袭来。好了，终于要轮到我们两个人了。对，这是一个山洞。对。然后大家走进山洞就可以拍到那个瀑布里面。是。哇！我天哪！有点滑。非常神奇啊！真棒啊！这儿。啊。哇，这里面特别的滑，特别滑，特别滑。对，就拍了一下就赶快出来，因为这边对大家都在排队，也不太好意思在里面使劲拍。抹茶，抹茶冰淇淋的那个盖子一样。像是一个小盆景。哇，这感觉好像是被冲刷的哈。这好像是那种调色盘一样。是。这一看，以前这都是水，应该是。对，你看它现在还能看到从上面流下来的水呢。对，细细的水流。对，这是给它冲刷的非常的润滑，滑滑的。对，然后它的肌理和颜色很自然哈。对，这个是自然的颜色。是，中间有一个，看到吗？像不像人的鼻子？一个鼻孔。像。对吧？而且这像几张人脸啊，这个位置。是。这是瀑布，然后那边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墙壁。对，就是说，感觉走到尽头了。对，是一个瀑布，已经往前不能走了。是，就是整个这个环境特别的幽深。对，而且它修的这个栈道，就感觉你站在水上一样。是，这是那个钢架，就是砸在岩石上，然后这儿过来。哇！这水真的是往下砸呀！就感觉像是一个很深的井，壮观啊，壮观！你看这边的墙的肌理多美啊，这自然的雕琢哈。对呀。加拿大加油的声音特别像车在喝油一样，咕咚咕咚。现在已经显示加了62升了，花了100加币这个价格。现在油价是这样的，我们用了这个87的油，1块5毛8，差不多1块5毛9一升。现在的油价。那第一个遗憾呢，就是我们没有去班夫小镇。对，就是看完瀑布以后，我们就往那边赶，想拍到一个夕阳，然后呢，想拍完夕阳以后去小镇逛一逛，但没想到小镇关门。现在再去追一个落日，现在还有几分钟就落日了，但是我们可能会稍微晚一点点来晚了。来晚了。我们到了。关键我们来晚了，我们真的是来晚了。我们来晚了。现在落日没赶上今天。对，然后天现在还是粉粉的，但是就是太阳已经下去了。是后边那个巨大的山，
就是最著名的那个班夫小镇的那个山。嗯然后还有呢是没有看到熊，因为后来我了解到，就是因为那个 Jasper 的山火，导致这些熊都跑了。我估计就是得等自然再恢复，它们才能回来。还有一个呢是咱们去的这个时间，最终也没看到说红遍整个山谷这种红。对，就是真正的秋天，差了1星期。我觉得是9月下旬到10月初，就这个时间是一个黄金时间。还有就是也是因为我们去的早了，导致我们回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三文鱼。是回来之后，其实有一个地方，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在这个小镇呢，把房车在这停了3天，然后就是为了看一个野生三文鱼，看着挺漂亮哈。前面那个嘴还有一个钩啊，对，那它长得很特别。你看它还有这种，就是背是一个这种拱形的。是。比如说这个地方，还真是一个挺适合他们聚集的港湾哈，真漂亮，有种很自然的荒野感。今天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收获，都没看见，他说可能太早了，还需要再等一等，等2个星期。你在这儿看看图得了，图上有。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什么想说的了。再给你个机会。我是觉得这个班夫的行程还是很值得的，是，但是它因为地方太大了，很多想去的地方，都没去成，所以还是就是应该是多次去。我觉得房车旅行还是很好的，是吧？对，因为我看到他们欧洲人也会选择这个房车旅行，我就感觉就可以不紧不慢的啊，就是尤其是定营地又不是特别的贵。对，就是可以拉长你的旅行的行程。对，但是其实也不能忽略一点，就是你来这儿租房车的价格。对，我看到如果租房车的话，可能8天时间的话，可能也要1000加币了吧？得1000加币。它有一个租房车的叫 Cruise Canada。对。然后这个是可以租这种额头式房车，也是我们见到的营地里最多的房车。希望我们的攻略做的有用。对，希望有用吧。拜拜。拜拜。嗯。